收到仪器之后，把仪器从纸箱里面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找到仪器的右面，把这两个螺丝拆掉。把螺丝拆完之后，把这个右侧面壳给它拆下来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，这里有个贴纸，把贴纸撕掉，然后这里把这两个扎带是固定电机的，这里这根跟这根，用剪钳把这两个扎带剪掉。把扎带剪完，然后把这个贴纸撕掉。装回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在配件包里面找到这个是吸湿液管，这个绿色的对准这边绿色的接头，这样顺时针扭紧。另外一边呢，放到吸湿液的那个试剂里面，然后这个废液的白色的管子，废液白色接头对准这个白色的快速接头，这里也是顺时针扭紧。这个佛球开关对着这个插头扭紧，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放到这个废液桶里面就可以了。其实把这个管路接好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电源上电就可以了，然后开启仪器。仪器呢自动进入开机，自动开机进入界面，页路初始化什么的。其实仪器初始化之后就自动进入这个登机界面，我们输入这个用户名，大写的 A， 小写的 DMIN， 密码是123456。然后点击登录，就进入了这个测试主界面。然后这边开机的时候，它这里有个红色报警，这个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我们试剂还没有完全的就是灌注进入到管路里面。然后我们现在刚才已经把吸湿液已经转好了，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是放溶血剂的，我们把溶血剂这个小门打开来，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拆一瓶这个溶血剂，把这个管子放到溶血剂瓶里面，然后扭紧，然后把这个瓶子放到里面，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仪器下面有一个报警的无吸湿液报警，我们点开来这边。点击消除故障，它就自动把这个吸湿液灌注到仪器里面。这故障解除了，然后我们吸湿液就已经灌注完成了。然后我们看试剂管理，刚才吸湿液已经灌注完成了，然后这个溶血剂我们点一下更换，它就把溶血剂灌注到仪器里面。假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仪器也报了溶血剂报警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点消除故障，就不用在这里点击更换了，就直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。这试剂更换完成，我们进入这个样本分析界面，我们就是进行本体测试，直接按这个吸样键让它测，自动测试。
然后我们再看结果。测完之后，我们看这个结果。我们这个本体测试有那个要求的，就是白细胞呢就是小于等于0.2，红细胞就是小于等于也是等于0.02，这个 AGB 就是小于等于1，然后 HCD 小于等于0.5，然后 P2T 就是小于等于10。就是这个参数的那个参考范围呢，我们在那个说明书上也可以找得到，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上面。我们在这边连续测试3次，看一下结果，结果符合要求的话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操作。这个测试本体呢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在这个菜单栏里面，这里有个性能，这里有个本体测试，就直接在这里测试也可以。它这里就会直接显示出结果，就是符不符合那个要求。在这边就直接按西按键直接测试，然后出来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些结果，然后这边就会直接得出结论是不是符合那个要求。然后我们测完本体测试以后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，就是进行重复性测试，就是测试仪器的性能稳定性。我们模式的话，因为我们选的样本是全血样本的，我们模式就直接选全血样本，然后我们直接用样本直接在西按键这里直接测试，这样测，按按键就直接测了。我们在这个界面呢，就是连续测试11次，然后我们取就是后面测试的10次数据。我们点击这个回顾，然后我们选择就是刚才测试的后面10次，因为我这里只测了3次，我就选了3个。然后点击这个箭头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趋势图，就是我们测试的10次的数据呢，我们就会全部显示在这边。然后这个仪器会自动计算出一些平均值啊或者 CV 值。我们现在主要看的就是 CV 值。我们看五大参数的 CV 值，主要是 WBC 我们要求就是说小于等于2就算合格，然后 RBC 小于等于1.9就是合格， AGB 小于等于1.5，这刚好1.5也是就是合格的，然后这个 MCV 小于等于1，这里0.2是合格的，然后还有一个 PLT 就是小于等于6，我们这个是0.8合格。这样算出来就是整个 CV 值的话，如果符合我们的重复性的那个要求的话，就算合格。我们重复性要求呢，在那个说明书上面也有那个说明的，就是说这5大参数呢要符合什么要求才能算合格。就是这一算就是测试重复性合格，然后我们算仪器算合格了。然后再进入这里这个指控界面，我们进行指控测试，就是看这个仪器的准确性怎么样。你们点击指控界面，然后点击这个设定，这个新建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指控物的批号输进去，这是指控物的批号。然后这个水平我们选择是中值的指控，我们就选择中值，然后我们有效期我们也输进去。然后模式我们就选择全选，然后指控物类型跟那个样本编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进去。然后这边这是这些我们指控物需要的参数，我们这个参数呢可以自己自由选择，可以全部输进去，也可以呢我们就直接选择自己需要的那几个参数来看一下参考一下。我们这边然后输入这个这指控物的参考值跟偏差线，然后我们偏差线呢这里有2种输入方式，一个是绝对值的输入，一个百分比输入。我们现在呢就是按百分比输入，选择百分比，然后点击确定，
然后把参考值输进去。我们这里就是把这个5大参数的参考值跟偏差线输好了。输完之后，我们点击返回，它会提示保存，是否保存？我们点击是。然后我们再选中我们刚才就是说我们设定好的那个指控，选中它，然后点击这里计数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界面就进行指控测试。我们把指控放到下面。测试结果在这边显示出来了，就是它这个智能就会自动根据你刚才输的参考范围呢，来计算出这个结果，来显示。比如你看这个 HGB， 我们这里显示137，就是说比我们这个参考范围内还要低，它就会显示一个 L。比如说我们测出来值比参考范围还要高的话，它就会显示红色标记，然后显示一个 H。我们现在这里显示的是低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仪器呢，准确性呢 HGB 准确性其实还差一点，我们就进入这个，点击这个菜单栏这里，这里有个校准，这里有一个校准物校准。我们把校准物的批号、有效期输进去，然后模式呢我们也选择全选，然后把这个刚才我们是 HGB 低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输入 HGB 的靶值，比如说刚才是，比如说我们随便输一个150是吧？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直接样本层这里测试，测试完成之后，它自己会显示一个新的校准系数。然后我们直接切换界面的话，它就会提示你保存。我们把校准系数保存之后，我们再回到那个指控界面去进行指控测试。假如说我们不止一个 HGB 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低的全部输进去，然后再进行校准。校准系数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点击分析界面，它这里会提示一个让你保存。你把那个系数保存之后呢，我们再进入这个指控界面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是选择我们刚才那个指控嘛，再进入这里再进行那个技术测试，然后再看这个结果符不符合我们这个要求。然后如果说符合的话，我们就算这个仪器呢，这个准确度就算符合我们的就是这个要求的话，就算仪器就算合格了。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样本分析界面。这个仪器呢，我们性能呢，然后准确度我们做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点击就可以进行那个样本分析了，就是我们正常的血液测试。血液测试呢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这里下一样本，我们可以输入样本编号，然后病例号、那个病人的姓名啊、性别什么什么的这些。输完之后呢，我们点击确定。模式的话，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全血测试的话，就选择全血；末梢血的话，就选择末梢全血；然后预期室的话，选择预期室，确定。然后这些设置完之后，我们就进行血样测试，直接把血样放到采样针这边测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整个仪器的话，基本操作就是这样的。